连续霸榜多日的南海归墟终于收官了，第8季巫峡关山也在赶来的路上，但因为这一部的题材尤为敏感，不仅有朱元璋诛杀摸金校尉的野史，还涉及了60、70年代的一场动荡，所以懂得都懂，在过审这一关卡上可谓是难上加难，甚至会被迫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。至于南海归墟大结局的相关剧情是好是坏，目前网络上讨论声挺激烈，更有甚者直接在评论区发了长篇大论的吐槽。说实话，这部南海归墟的大结局应该是属于看似悲剧，实则圆满的行列。肯定会有观众不太理解这句话，那么接下来我就来带领大家伙一探究竟吧。1. 成功找到了镜子。铁三角驱船前往危机四伏的珊瑚螺旋，有且仅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帮助陈教授找到那面名为秦王照古镜的古镜。本来胡八一是坚决不干的，但抹不开雪莉杨的情面，所以就勉强答应了陈教授的请求。但后来因为太危险了，雪莉杨就率先要打退堂鼓，可胡八一死活不愿回去。胡八一是个执念特别深的人，如果不答应别人还好，倘若答应了别人，一定会倾尽全力去把事情做好。就像他好不容易才从巨型章鱼处手下逃脱，却又折回去取掉落在船舱的秦王照古镜这一举动来看，雪莉杨生他气，说他个人英雄主义是完全没毛病的。幸好最后镜子拿到了，人也没出事。2. 阿豪大力受到了惩罚。大力和阿豪是以明叔手下的身份混上3叉戟号，跟随铁三角等人一路来到珊瑚螺旋处的。本来他们是有机会活着回去的，奈何他们太不理智了，竟然被那一丁点的明珠勾去了魂，做出了与铁三角为敌的事。当然尽管如此，铁三角还是选择了冰释前嫌，只是阿豪就没大力幸运了，他直接死在了船舱底部。而大力虽然逃过了海石花以及蛟龙等凶兽的袭击，最后却因忘恩负义，故意毁坏通往剑幕顶端的通道，先被鲛人咬得遍体鳞伤，后又从剑幕上摔了下去。倘若大力选择同大家并肩作战，那么他肯定能成功的逃脱，但他偏偏坏事做绝，砍断通道，最终逃脱不了害人中害己的命运。3. 胡八一死里逃生。胡八一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一个特别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心肠太善良了。就好比到珊瑚螺旋打捞秦王照古镜这件事来说吧，这分明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当初就应该一口回绝陈教授。还有阿豪落水那次，船老大阮黑说的没毛病，胡八一身为这次的领队，不应该那么冒险，如果他出了意外就太不值当了。再就是大力前一秒刚刚毁坏了通往剑幕顶端的通道，可后一秒胡八一还要背着大力一起往上爬，这事同样太欠考虑。毕竟在那种情形下，胡八一自己都很难攀爬上去，好在幸运女神再一次眷顾了胡八一，当他从剑幕上滑落时，有一根树杈正巧在他正下方，紧紧拖住了他。就这样，胡八一随着树杈浮出了海面。4. 多林终于有救了。看到多林手上多了一块奇怪的印记，本以为他要如同原著小说里那样中了只有尸丹方能解除的尸降，但南海归墟大结局却又给了观众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。没错，指的就是多林不再是中了尸降，而是中了病毒，并且有一种生长在巴蜀名为三中木的草药可以医治这件事。那么为啥说尸降变病毒，尸丹变草药就意味着多林有救了呢？众所周知，原著小说里铁三角直到最后也没能找到尸丹，多林也因此在漫长的等待中悍然离世，但把治疗的法子从尸丹改为草药就截然不同了。毕竟尸丹只是传说，不可能找到，但草药是真实存在的，极有可能找到。